简直让人难以置信。如此粗壮的车桥竟然说断就断，看着那整齐的断截面，可以想到司机当时有多么的绝望。然而这点小问题并不能难倒巴铁师傅。维修师傅表示，只需要2000卢比就能解决问题，因为在巴基斯坦开半挂车，如果载重不超过几十吨，甚至会让人觉得不好意思上路。在几位师傅的配合下，很快车桥就拆了下来。接着利用3泵子拉回店铺进行维修。一般来说，遇到这种情况最常见的处理方法就是制作正负接口，而在巴基斯坦师傅的操作中，焊接技术已经司空见惯。由于这次的桥轴断裂较为平整，师傅无需对其进行打磨处理，只需直接焊接一个凸点，以确保拼接后桥轴的长度与原桥轴保持一致。为了确保焊接强度，在堆焊完成后还需要进行淬火处理。凸点制作完成后，按照惯例将桥轴安装在车床上，通过滑针测量出同轴度后再进行车销工作。由于这次需要维修的桥轴尺寸较大，整个过程需要更精细的操作。在车销过程中，师傅不仅成功制作了一个拼接的正接口，还顺势将断轴车削出了一个低坡口。这个设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之后的拼接过程中，使得焊接更加牢固耐用。车销工序完成后，师傅使用游标卡尺精确测量了正接口的尺寸和宽度。此时，正接口的断轴部分已经完成，接下来需要处理另一端的断轴。由于这一端的断轴较重，在进行车销工作前，需要使用中心架进行辅助。同时，同心度也是车销工作的前提，因为一旦同心度不符合要求就盲目打孔，那么后续拼接出的桥轴将无法满足质量要求。此次桥轴断裂的切面相对平整，因此师傅仅需进行简单的撤销操作。面对如此粗大的桥轴，前期的准备工作也至关重要。在钻孔之前，师傅会先对麻花钻进行打磨，确保其锋利且对准中心点。然后，师傅会先使用小钻头进行打孔，孔的大小和深度将根据正接口的尺寸和长度来设定。钻孔的过程需要非常讲究，首先使用小钻头打孔，然后逐步更换更大的钻头。这样操作可以防止钻孔过程中出现跳钻的情况。如果一开始就使用大钻头钻孔，很容易导致钻头折断。可以看到，尽管师傅已经采取了这样的方法，大钻头在钻孔过程中仍然冒着白烟。钻孔完成后，测量出的孔位大小恰好与正接口的尺寸相符，因此省去了车销扩大孔位的步骤，可以直接将两端的断轴进行拼接。然而，拼接工作同样至关重要，不仅要确保拼接后的长度与原轴一致，还要调整两端的同心状态。在拼接过程中，需要不断测量两端轴头的位置，直至获得相同的长度，确保准确无误后，才能进行焊接加固的工作。桥轴承载着整个车身的重量，因此选用的焊条必须具有足够的强度。师傅选择了17018D 和金刚焊条，这类焊条通常用于桥梁、造船和压力容器制造，其强度不言而喻。有了合适的焊条，桥轴的维修便变得游刃有余。尤其是作为维修界泰斗的眼镜大叔，焊接过程可谓得心应手。然而，唯一的缺点就是比较费焊条。面对如此粗壮的桥轴，没有3-5根焊条是无法填满缺口的。每次焊接完一圈，都需要停下来仔细敲掉上面的焊渣，以确保内部没有沙眼，从而使焊接更加牢固耐用。焊接完成后，再进行最后一步的车销和打磨工作，将车销置与轴径相同的大小。至此，整根桥轴的修复工作圆满完成。接下来，师傅们还需协助进行组装工作。在巴基斯坦，只要承接了维修任务，除了需要支付2000卢比的维修费用，拆卸和安装都是免费的。那么，看完整个维修过程，大家觉得这样的维修技术是否值得信赖？